崇安县有个富家公子叫杨宠，家里财力雄厚，但他平日只顾着赌钱和逛窑子。他有个拜把子的好兄弟叫詹生，这詹生家境也相当殷实，但他有个特殊的癖好，那就是极其喜欢宰杀活牛。一来二去，詹生成了杨家的常客。杨宠有个刚满3岁的小儿子，詹生经常抱在怀里，还拿熟牛肉喂小孩。由于两人是铁哥们儿，杨宠对詹生那是100%的信任。詹生经常出入内院，就算跟杨宠的妻子李氏单独撞见，杨家上下也从没当回事。谁能料到，这种毫无防备的信任，最终酝酿出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。灾祸的种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埋下了。詹生这小子表面上是来看望好兄弟，背地里却偷偷盯上了兄弟的媳妇儿。有一天，詹生像往常一样把怀里的孩子递给李氏。就在两人交接的瞬间，詹生趁机偷偷捏了一把李氏的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家杨哥今天又在那个土包子家里喝花酒呢。”李氏听了，心里猛地一沉，但他既没有答应，也没有开口训斥。詹生一看对方没有反抗，胆子大了起来。过了几天，他又如法炮制，再次捏住李氏的手挑逗：“您老公今天又在外面过夜，你一个人守着空房多寂寞，不如让我来陪陪你怎么样？”李氏常年独守空房，心里本来就充满了委屈，听到詹生这番挑拨，他心里的火气和醋意全部翻涌上来。他冷笑着反问了一句：“他在外头到底有几个相好的？”詹生一看火候到了，赶紧顺水推舟的煽风点火：“哎呦，这城里的各大青楼妓院，哪家没有你老公的老情人啊？”李氏彻底心灰意冷，咬着牙对詹生说：“行，既然他在外面处处留情，我找一个也算公平。你今天晚上就从后门悄悄进来。”就这样，到了半夜，詹生轻车熟路地从后门溜进内院，李氏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时。两人携手进了闺房。凡事只要开了头，就如同覆水难收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杨宠在外面过夜，詹生就会偷偷摸摸地溜进杨家内院。这两人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却压根儿没想到，这一切全被家里一个小丫鬟秋香看在了眼里。不过秋香人微言轻，根本不敢声张，只能装作毫不知情。纸终究包不住火，破绽很快就出现了。有一天，杨宠的母亲拿了10锭大银子，交给李氏妥善保管，每一锭都是10两足赤的真金白银。这李氏胆大包天，竟然私下里拿出3锭银子，悄悄借给詹生去周转。谁能想到，正是这3锭白银，最终成了催命的符咒。詹生拿着那几大锭银子去买牛，觉得10两一锭实在太大了，就找来剪刀，准备将其剪碎使用。好巧不巧，这事儿正好被路过的杨宠撞见了。杨宠一看，随口搭腔说：“这么大的银锭剪碎了多可惜，你干脆跟我换点碎银子用得了。”结果詹生心里有鬼，死活都不肯换。杨宠回家后，顺嘴就把这件怪事跟老母亲提了一嘴。老太太听完，心里立刻起了疑心，马上跑去找李氏，要求把那10锭银子全部收回来。李氏吓坏了，勉强拿出7锭，支支吾吾的推脱，说剩下3锭自己放着了，暂时拿不出来。过了整整5天，李氏才东拼西凑拿出了3锭银子交还给婆婆。老太太拿在手里仔细一掂量，这分明与原先的银子对不上。老太太表面不露声色，心里却已经明镜似的，这媳妇儿肯定是把钱偷偷拿给外面的野男人用了。从那以后，老太太开始
暗中严密监视李氏的动静。果然，只要儿子杨宠一出门，李氏的闺房里就能隐约听到男人的说话声。老太太顺藤摸瓜，很快就查出那个野男人竟然是儿子的拜把子兄弟詹生。老太太赶紧把这桩丑事原本告诉了儿子，还特意提醒他，丫鬟秋香肯定知道内情。杨宠听闻此事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但他强忍住怒火，没有当场发作。第二天，他故意骗秋香，声称要把她卖到城里去。杨宠把秋香领到一个偏僻的鱼池阁楼里，恶狠狠地逼问：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詹生到底有没有在你家主母房里过夜？秋香之前受过李氏的嘱托，咬紧牙关，死活不承认。杨宠彻底急了，猛地拔出明晃晃的尖刀，抵在秋香的脖子上，吓唬她：你今天要是说实话就算了，要是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宰了你，扔进池塘里喂鱼。秋香吓得魂飞魄散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只能和盘托出。秋香瘫在地上哭着说：从去年开始，只要官人您不在家，詹生就从后门溜进来过夜，这种事儿都已经持续整整2年了。听到这番话，杨宠简直五雷轰顶，肺都要气炸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拉着秋香就直奔岳父家。到了岳父面前，杨宠怒气冲冲地质问：你女儿跟詹生偷情，街坊邻居早就传遍了，我苦口婆心地劝过他多少次，他就是死性不改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岳父一听，满脸通红，还在那儿强词夺理，试图掩饰，这肯定是别人在造谣生事，我女儿绝不可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。杨宠冷笑一声，直接把秋香推了出来。秋香当着岳父的面，把李氏和詹生偷情的细节一五一十全盘托出。李氏的父亲听完，羞愤交加，老脸都没地方搁了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无奈的妥协。俗话说得好，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。他既然干出这种败坏门风的恶事，要杀要剐，全凭你来处置吧。杨宠咬着牙，狠狠地说：岳父大人，有您今天这句话就行，以后要是被我当场捉获，我非得把这对狗男女全杀了。岳父摆了摆手，叹息：只要你在捉奸现场抓到，随你怎么处置。有了岳父的亲口许可，杨宠的杀心彻底定下了。当天傍晚，杨宠悄悄潜回家中，把自己的复仇计划密谋给了父母。随后，他带上一把极其锋利的尖刀，像个幽灵一样潜入自己的卧室，一声不吭地躲到了床底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詹生听说杨宠今天要去城里卖丫鬟，以为晚上又安全了，便大摇大摆地从后门溜进来，直接跟李氏躺在了一起。李氏心里莫名有些不安，对詹生嘀咕：我总觉得最近风声有点紧，我老公曾经放过狠话，要是被他抓到，定会把我们俩都杀了，你以后还是少来吧。听到李氏的担忧，詹生冷笑一声，满不在乎地口出狂言：有什么好怕的？以后要是你老公真敢来捉奸，你就大喊一声有贼，我趁乱就能跑出去。要是实在被堵住，跑不掉，我就直接夺过他的刀，先下手为强，把他给宰了。到时候咱们就对外声称是进了贼人杀的，谁能想到是我干的？躲在床底下的杨宠把这番狠毒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这分明在偷人，甚至还想谋财害命。此时，在门外埋伏的杨家父母和叔伯们也听到了屋里的狂言妄语，一场血雨腥风一触即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卧室的房门被一脚踹开，杨家众人举着火把一拥而入，瞬间把屋子照得通明。
杨宠趁着混乱，犹如饿虎扑食一般，从床底下窜了出来，一把揪住詹生，手起刀落，当场就终结了这个狂徒的性命。李氏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翻下床，跪在杨宠面前磕头如捣蒜，哭着哀求：求求你饶我一命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杨宠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同床共枕的女人，虽然心里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手里刚见过血，心里突然一软，竟然下不去这第二刀了。旁边的叔叔一看杨宠在这个节骨眼上心软了，急得大声怒吼：赶紧动手，你要是不除掉他，以后詹家来打官司，你就得独自给詹生偿命。杨宠紧紧握着刀，双手不受控制的直哆嗦，结结巴巴的回应：我手抖得太厉害了，实在砍不下去。杨宠的父母见状，立刻掏出2颗镇惊丸强行塞进他嘴里，紧接着又灌下去几大碗烈酒，以此来给他壮胆。借着上涌的酒劲儿，杨宠再次提刀冲了进去。可毕竟是结发夫妻，这一刀砍得不够深，人还没完全断气。就在杨宠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杨宠的父亲递进来一块平时用来垫肉的厚重木砧板。老爷子面无表情地下达了最后指令，绝不能留情。在酒精的麻醉和亲属的步步紧逼下，杨宠彻底红了双眼，挥刀结束了妻子的性命。随后他连夜让人把现场的物证送到城里衙门。第二天一早，杨宠挑着担子去县衙报案，声称自己捉奸在床，一时义愤才动手杀人。林县令看到血淋淋的物证，吓了一大跳。旁边的师爷赶紧进言，说这事儿实在晦气，必须先打一顿，杀杀威风。林县令当场下令重打杨宠20大板，直接关进大牢。詹生的父亲詹广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写了一份颠倒黑白的状纸，试图反咬一口。他诬告杨宠是因为欠了他们家80多两银子，迟迟还不上，才故意捏造偷情的事实，借机谋财害命。杨宠的父亲见儿子还没经过审问就被打入大牢，生怕县令偏袒对方，赶紧跑到上级的巡案御史那里去击鼓鸣冤。负责审理此案的陈大巡亲自提审了杨宠。杨宠在公堂上大喊冤枉：我老婆都给我生了儿子了，我怎么可能犯得着为了区区几十两银子把他给杀了？这完全是詹家在恶意诬告。陈巡按叫来4邻8舍作证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杨家财力雄厚，根本不缺钱，绝对不可能向詹家借债。杀人确实是因为捉奸在床，而且李氏的亲生父亲都没有来告状，这就足以证明杨宠说的千真万确。查明真相后，陈巡按当堂宣判，破坏人伦纲常，罪无可恕。杨宠捉奸在床，事出有因，当堂释放。至于詹家，纯属捏造诬告，看在死了儿子的份上，姑且不予追究。这起轰动一时的惨案最终以悲剧收场，这也给世人敲响了警钟，人切不可为了贪图一时之快而丢了性命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